好久不见，提亚娜。妻子，老师，我是不是出现的太突然了？那就好，你变化真大。姬子老师一点都没变呢。是吗？那我还挺开心的。这只是一段一时的残影，对吗？是吧？至少这里的时间是不会流动的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能像这样对话。对不起啊，没能陪在你身边。不，没关系，还能再见到姬子老师，我很高兴。至少能以这样的形式和你好好告别。真的，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你变了许多吧？嗯，大家都这么说。所以，你终究战胜了控制律者，对吗？对，这也多亏了大家的帮助。嗯，我就相信你们能够做到。先不说这些了，提亚娜，想不想回圣弗雷亚看看？当然想。天命之战后，我们离开了学院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挺想回去一次的。那不如现在就去，怎么样？提亚娜，让我们稍稍享受一下不会流动的时间吧。景色变了。这是我的记忆，当了这么多年老师，我可是把圣弗雷亚的每个角落都记得清清楚楚呢。真怀念呢，这种洋溢着青春的校园。是啊，还记得当时的我，总想着要快点长大，但没想到，成长居然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。那如果重来一次，你的选择会改变吗？应该不会吧？那不就不像是我了吗？提安娜，看，我们的宿舍到了，那扇窗就是我的房间。啊，我知道，晚上的时候，姬子老师的灯总是亮着的。这么想来，那时还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哦，倒也没那么辛苦，我有时候只是喝醉了忘记关灯而已了。看，那棵小树丛，你逃课的时候总藏在那里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藏在那儿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那里阳光是最好的嘛。还记得那堵围墙吗，提亚娜？我经常翻它出去。德丽莎可头疼了，大概先后把围墙加高了3次吧，但你还是能翻出去。我说怎么一次比一次费力呢？但之后就没再加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你摔伤。啊，是以前的训练场。这应该是你难得不会睡觉的课吧？毕竟当时的我
只喜欢这样的战斗训练。虽然在双人对练中一次也没有赢过班长他们，现在呢？那可就说不定了。你们在这儿上课，好像还是昨天的事。和我说说大家吧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是吗？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Bronya 的孩子竟然变成了理智律者，他的确有继承逆商盟主的潜力。别看他平时话不多，但其实论观察和学习能力的话，你们或许都比不上他。另外，浮华的来头可真不小啊，我确实被吓到了。不过现在想想，这大概就是他的眼神和同龄人都不一样的原因吧。班长也有很多自己的心结，不过现在应该算解开了吧。我本来还有些担心他的，因为他总是把很难的事情轻描淡写的就压在心里，扛在肩上。记得当时为了救我，就是他给了我中和血清，后来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，得跟他说声对不起呢。我会告诉他的。至于牙医，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，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我明白的，我当然相信牙医，他的心意我都知道，只是还是会忍不住想他。一回到这里就会想起好多事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的，我才是那个受到大家帮助最多的人。牙医 Bronya 班长德丽莎学院长，还有季子老师，我知道都是多亏了你们，我才能走到今天，也才能在以后继续坚定地走下去。但我还是会有些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。如果我能早点想明白一些事，大家就不用为我操心，牙医也不会去世界蛇了。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辜负了大家。Tiana，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这是要上课了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听？不，我想听。10多年前，我刚刚上大学，年纪也就和 Kiana 你们差不多吧。那时我父亲在天命的研究所工作，研究的东西具体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工作很忙，但他是一个好父亲，会夸奖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的我，会抽空回来陪我吃饭，会给我买生日蛋糕。但突然有一天，他离开了我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无法接受父亲的死讯，根本没办法去相信那张熟悉的脸庞会如此简单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。从结论来说，我加入了天命，用接受人工圣痕的方式成为了女武神。我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查明被刻意隐瞒的那个父亲死亡的真相，是身为女儿的执念驱动着我的女武神生涯。但在女武神部队，我遇到了拉格纳队长。他对我说，女武神是为世界带来光明的人，不应该让执念和仇恨充斥着自己的内心。他引导我发泄出内心尘封的苦闷，为我的女武神生涯找到了属于明天的坐标。是他第一次鼓励我，去把这个不美好的世界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但比起你们，我和他并肩作战的时光其实并没有多久。是2010年的那场灾难。
提安娜，空之律者总是将那些灾难和后果归咎于你，这是不对的。他看不到人们自己的选择，他容不下那些美好的微光。接下来的故事，才是我想要对你说的。拉格纳队长牺牲后，我整理了他的遗物，在那些映照着生活点滴的衣服、书本、零食之外，还有一封压在抽屉底部的信件，致我亲爱的战友们，如果有人发现了这封信，那大概说明我已经死了吧。我个人留下的一切财物，按组织上的规定流转处理便可。抚恤金这方面应该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在这封信中分享一个故事吧。几年前，在刚成为 A 级女武神的时候，我经常被派去做一些灾区的善后工作。但说实话，那时候的我觉得参与这种工作简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。比起救助那些弱小而又缺乏远见的平民，消灭敌人才是女武神真正的职责。我曾经这么想过。于是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质问前来视察的主教大人，派女武神嘘寒问暖，亡羊补牢，难道就能够消灭崩坏吗？主教大人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不能。我当时也愣住了，我原以为自己的冲动必然会引来一番说教，甚至惩罚，但那位大人接下来说的一句话，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自己职业的看法。他说，但是天命从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传递自己的信念。战友们，这也是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句话。我们秉持信念所做的工作，不管结果是否如愿，都绝不会是无意义的事。我们守护那些美好的东西，守护那些将会成为美好的东西，守护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。它们或许看似渺小，看似徒劳，但那不过是因为如今的它还只是一颗种子而已。这些孕育美好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绽放出漫山遍野的花朵。所以不用为我悲伤，战友们。我虽然已经凋零，却也化作了催生希望的土壤与肥料，而未来的希望之花也总有一天将找到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。这是拉格纳队长最后的教诲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有完全明白他想告诉我们的东西，只是冥冥中有一个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圣弗雷亚。而到那一天，当我穿上真红装甲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回想起他的话语，仿佛是命运的轮转一般，我理解了他信中所说的一切。提安娜，我读过那次任务的报告，没人知道那场灾难中发生了什么，但失控的律者被压制了下来，解放了天火圣才的齐格飞也活了下来。那一定是在场的某个人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选择。我想队长一定在你身上看到了某种他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某种我也曾看见的东西。队长如此，我也如此，大家都是如此。我们相信你能做到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，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而你也做到了，提安娜。你在天穹市所做的一切，你在太虚山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你正在为解决支配之律者所做的这一切，你拯救了很多人，而这些人也将会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这就是人类的传承，永燃的星火。谢谢你，姬子老师。其实我也明白的，就是有时我不能。我理解你的紧张，提安娜。越是受到大家的帮助，就越是会有一种身负重担的感觉，所以更要记住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
成为了伙伴与同志的逆商，时刻为你们着想的学园长德丽莎，可靠的班长福华 Bronya， 他虽然不善表达，但总是想着同伴的事。他的行动，他的进步，你也都看在眼里。而牙医，他是你们中最温柔的孩子，所以不用担心他 ，Kiana， 相信他吧，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你 ，Kiana， 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调皮的那一个，也是最不轻言放弃的那一个。你有改变大家的力量，有让身边的人与你一同前行的力量，所以相信并依赖你的同伴吧 ，Kiana， 因为他们也一定相信并依赖着你。